这个老师为了生存在恐怖游戏里办起幼儿园，鬼怪们为了能沉浸式厮杀，纷纷把小小怪送进来。我深通育儿知识，把小小怪们教得聪明懂事。直到有一天前同事何小小带着玩家榜第1的男友闯进来，他们砸烂幼儿园掳走了我。在攻略 SSS 级副本时，为了逃命，他们把我推出去挡大 BOSS。青面獠牙的 BOSS 一经立马换上笑脸：“李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是我家子涵又给您惹事了吗？”说着便出桌椅茶水招呼我坐下。其余玩家纷纷瞪大眼睛。穿进恐怖游戏，因为体力差胆子小，我没有选择进副本，而是清理出一间大房子，利用初始金币购置了一大批家具和玩具，办起了亲亲小鬼幼儿园。鬼邻居听说后纷纷把小鬼们送过来。第一个来的是穿着黑色西装的无脸男：“老师，我家小不要脸胆小，经常把家里哭淹，我实在不放心，麻烦您多照顾他。”没问题，我笑盈盈的从无脸男手里接过孩子，低头一看，根本没眼睛啊。下午又陆陆续续来了不少。李老师，我家小虎爱劈东西，您管着点，别让他弄坏桌椅。李老师，布布包里都是小零食，您隔2小时喂一次，一次不能吃超过3斤。我拉开布布妈带来的2米高行李箱，被子、枕头、床单，就是没零食。奇怪了，我拨通电话喂布布妈，是这样的，恰巧转头一只不到1米的兔子玩偶裂开大口，生吞了枕头。我无力的闭上眼，对着电话那头，没事了。眼看布布又拿起被单，我瞬间回过神，把行李箱拉上。不可以哦，妈妈说了2小时吃一次，吃多了布布会难受的。随后我牵着他走进教室，刚进门，声音在耳边炸响：“你吃胳膊吗？我最爱吃胳膊了，我们来交换胳膊吃吧。”这个2脚兽是谁？爸爸呢？妈妈呢？这群小孩，不，小小怪也太闹腾了。我正色清了清嗓子，都给我安静！整个走廊就你们班声音最大，我在办公室都能听到。好好学学隔壁班。话落，一面小镜子哼2声，我皱眉，静静在说什么？凌乱中有鬼举手。李老师，他说这里明明只有1个班。我掏出一沓贴纸，比划着动作，小手手，背后，小嘴巴，闭好，让老师看看谁表现最好。表现最好的小捧鬼奖励1朵小红花哦。果然小东西都吃这一套，立马乖乖坐好。这时人群中传来轻微的声响，好像还夹杂细微的啜泣。呜呜呜！老师，小虎在劈我的椅子，哭的人正是小不要脸，他的眼泪正从头顶滋滋冒出，像一座人形喷泉。我赶忙把小虎带出去安顿好，又7手8脚的拿纸堵住泉眼，抱在怀里细声安慰。一通忙里忙外，终于到了下班时间。微笑告别小小怪们后，第1天顺利结束。鬼怪们看着乖巧的小小怪，纷纷夸赞我教学有方。第2天还没等正式上班，门外就有一堆鬼怪排队准备报名，陆陆续续登记完也到中午了。今天新入学的有15位，正好把剩下的桌椅坐满。虽然是全天托管，但好在午饭都是小小怪们从家带，我得空可以休息。这时尖牙小心地捧着半块面包递过来，面包里还夹着一根染血的手指。老师，妈妈说不吃饭对鬼体不好，你吃这一半吧，明天我让妈妈多做一份带给你。我心一怔，笑着戳了戳尖牙的额头，告诉他老师已经提前吃过了，谢谢他关心，照顾一屋子的小孩，只靠我一个肯定不行。光是昨天1天我就累得腰酸背痛，可在恐怖游戏里又从哪招人呢？同时我也怕招到杀鬼心切的高武力值玩家。思来想去，我只得先把消息在这一片散播。没想到才过去半天，还真有2个人来应聘。第一个是学前教育的大4学生小何，因为外面太卷，他干脆来恐游里实习，长相美，声音甜，喜欢孩子还有耐心，与我们幼鬼园绝配。第2个是隔壁退休的鬼老太，身子骨健朗，龇牙咧嘴，但好相处，不要工资纯打发时间，还能翻译人听不懂的鬼话，正合我意。有了他们的帮助，我轻松多了。幼鬼园的孩子也很喜欢2人。这天中午，小何找到我，李老师，布布今天没吃午饭，而且据我观察，他昨天下午一点枕头，一点零食也没吃。布布是我第3个招进来的学生，当时他妈妈还特意叮嘱过孩子能吃，要控制，现在竟然不吃了，一定是遇到难事了。找到布布时，他正孤零零地蹲在角落，也不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滑梯，脑袋放在屈起并拢的膝盖上，眼里也没了高光。我走到旁边坐下，轻声问他不吃饭的原因。他沉默着许久，才咕噜道：妈妈上班很辛苦，最近身上多了很多伤口，都是因为布布贪吃才害得妈妈要拼命挣钱。布布心疼妈妈，想省点钱。听完他的话，我眼角湿润。布布的妈妈是一只不到2米的玩偶鬼，隶属最弱的 C 级。上次来我也看到他手上胳膊上明显的缝补痕迹。无论是现实还是恐游，底层民众都生活得很艰难。妈妈因为深爱着布布，所以努力挣钱给布布花。布布如果因此不吃饭，那就不能回应妈妈的爱，那样妈妈会难过的。布布立马摇头，我不想妈妈难过。我笑了笑，牵着布布站起来，那就和老师一起去吃饭，健康长大，帮助妈妈挣钱，好不好？李老师拜拜，祝你周末愉快，下周见。拜拜西宝。送走最后一位学生，我终于迎来周末。周末每个副本都暂停营业，我和小何索性也回到现实世界好好休息。愉快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，转眼来到周日下午，我刚踏进诱鬼园，反手关门，门后传来一道力，转头我猛地倒抽一口凉气。黑色长裙，长发及地，最可怕的是这个女鬼，她的嘴被黑线缝起来了，她声音冰冷彻骨：李老师，我带我家子涵来报名。啪嗒，我晕了。好了，子涵妈妈已经办理好入学了，明天就可以来报到了。我收好登记表，面前女人眉毛蹙起，满脸焦虑。李老师，可以让子涵暂住在这里吗？抱歉，我平常工作真的太忙了，我可以附
10倍的学费，您放心，周末会接回家。再不行，他越说越没底气，最后一句止于哀叹。可以，我毫不犹豫。女人4眼放光，开心的笑，嘴角的血流得更多，最终都化为一句谢谢。随后我给子涵介绍了一遍幼儿园，小何和鬼老太听说后也都很关照他，但是子涵自己始终无法高兴以及融入团体。看着他，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，父母一句忙把我丢在家里10多年，没钱也没爱，孤独被排挤都是家常便饭。据我观察，子涵融不进去，一方面是性格偏冷，一方面是他的外貌。没想到小鬼中也存在外貌歧视，毕竟在我看来他们长得各有千秋。我先是给学生们上了一节主题为外在是载体，内在是本质的课，又用金币向系统兑换了一些物品，带着孩子们到布置好的草坪上。我举起豪华版红心贴纸，小朋鬼们，我们今天来做游戏好不好呀？孩子们纷纷拍手叫好。游戏内容是找到藏在园内的宝箱，找到最多的小朋鬼可以得到一整张贴纸哦。话落，小鬼们激动地窜了出去。除了子涵，我上前蹲下试一试好不好？要是子涵实在不喜欢玩，再到老师这来。在我循循善诱下，子涵出发了，4只眼睛找起来确实快，即使晚出发也发现了一大半。游戏结束，冠军毫无疑问，其余学生显得有些落寞。拿着贴纸的子涵怯怯看了我一眼，我会意，笑着比了个加油的口型。子涵鼓足勇气，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。小朋友们先是一愣，随后纷纷围过来，每人都得到了这份喜悦，聚起来就是比一个人更大的快乐。我适时开口，子涵同学的视力这么好，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对，那是因为子涵可是有4只眼呢，好厉害，一次可以戴2个墨镜。不知不觉幼儿园已经开张半年多，我与小小怪们也变得更亲近。某天小何和鬼老太请假了，下午我正和往常一样带着孩子们做游戏，突然传来砸门声。我安抚小鬼坐下休息，疑惑地跑到门口，透过缝隙心下骤凉，门外竟然站了10多个玩家，其中还有职场霸凌我的何小小，更危险的是他拉着的正是玩家榜第1的周顾生。我来不及多想，赶忙组织小鬼躲在杂货间，千万不要出声。下一秒门被用道具强硬打开，好在设计时动了些手脚，他们并未发现小鬼们，搜寻一通无果，干脆在教室坐下，而我正躲在讲台下捂嘴屏息，害怕的缩成一团，不敢睁眼。一股热息扑上前额，睁开眼，面前是一张倒吊着的惨白人脸。我被发现了，何小小2眼放光，嘴角简直咧上天，扑上来狠狠揪住我的头发。贱货，和哪个野男人在这过上日子了？其余人纷纷围观。哟，这是谁家的小美妞？何小小狠狠白了一眼。公交车你也下得去嘴？这就是勾搭上司反被开的李悠悠，骚妇一个。胡说，分明他勾搭经理没成，反把一切都怪在得经理信任的我身上，营造舆论把我逼走，害得我找不到工作。可我现在不能动不能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付出心血的幼儿园被轰成灰渣。唯一的安慰就是孩子们没事。下一秒，一群小小怪窜出来，为首的大喊：坏人，放开李老师！糟了，这群小东西怎么可能打得过那么多高阶玩家？我蓄力一口咬住何小小的腿，想把战火引到自己身上，可惜并未起效。被甩了10几个巴掌后，入目都是小小怪们的残肢。看着眼前空瘪瘪的布布，我无声大哭起来。咚咚咚，下一秒敲门声响起，放学时间，是家长来接孩子了。教室内的玩家们瞬间警惕起来。周顾生眼神一凛，示意同伴晋升。何小小也松开了揪着我头发的手，紧张地望向门口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再次响起，一个离门近的玩家蹑手蹑脚凑过去，下一秒他脸色刷得变得惨白，踉跄着后退。外面好多鬼！周顾生眉头紧锁，握紧了手中的武器，下意识冷眼看向我，又扫过受伤的小小怪们，显然是捋清了关系。李老师，李老师在吗？我来接我家小不要脸了，是无脸男的声音。后面又接着许多鬼的叫喊。何小小白了那几个明显慌乱的玩家一眼，倒是神气起来。怕个屁，顾生哥可是玩家榜第1，再来100个都不够打。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被安慰到，就连周顾生自己都不自信了。不，数量太多，甚至还有不少 S 级以上的鬼，我没法解决那么多。何小小慌了，贴近周顾生，那怎么办呢？顾生哥，有人急眼了，立马跑出教室，迎面撞上一颗漂浮的眼球，瞬间被爆成血雾。高悬的眼球俯视教室，发出尖锐爆鸣，大门被瞬间破开。鬼怪们看着重伤的孩子，怒气冲天。谁伤了我家孩子？我早被提着和何小小等人躲在窗户后。失去孩子的父母是很绝望的，我甚至怀疑他们会连着我一起打死。无脸男一脚踩在玩家胸口，声音平静的让人战栗：是你伤了他们。玩家显然被吓傻了，竟然边摇头边说是，话未落就被一脚踩爆，另一边一把高达2米的斧头劈头砍下，3个玩家爆改碎肉，温馨的诱鬼园变身腥臭的屠宰场。何小小眼珠一转，猛地将我拽起，一把冰冷的匕首抵在我的喉咙上，滚开，不然我杀了他。刀剧烈抖动，他在赌，空气瞬间凝固。鬼群中有人震怒：你敢动李老师，我把你砍成臊子！没那么大块。周顾生到底是榜1强自镇定，我们手里有人质，给我们让他一条路，否则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教室的墙壁突然蠕动起来，一只巨大的利爪猛地探入，精准地拍飞了何小小手中的匕首，直插心脏。电光火石间被周顾生挡住，阴影中一个低沉威严的声音响起：在我面前没有否则。局面瞬间逆转，玩家们被突如其来的恐怖力量震慑。周顾生脸色极其难看，他知道硬拼绝对吃亏，于是当机立断走。混乱中何小小挣扎爬起，眼中满是怨毒，他不敢对抗鬼怪，将所有的恨意倾泻在我身上。在利爪再次袭来时，他猛地拽住我挡在身前，试图
图用我的身体做盾牌。我绝望地闭上眼，预想中的撕裂感并未到来。那只利爪在触碰到我的前一刹那猛地顿住，无脸男恼怒的声音响起：“小心点，别碰着李老师！”周顾生等人趁此机会狼狈地冲出幼儿园，瞬间激活了某种传送道具，消失在了原地。而我因为连续的惊吓和伤势，眼前一黑晕了过去。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，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光线昏暗，血腥味冲天。显然这里是副本内部，可现在不是下班时间吗？不对 ，SSS 级副本工作日全天开启，难道这里是？还没等我细想，一个巴掌扇了过来。贱货，都是你害得我们陷入危险，真是个扫把星，难怪亲爸亲妈都不要你。啐我一脸后甩手走远，我真想狠狠打回去，可在这与他争执毫无意义。好在禁言禁动法术失效，我抬头分析起现在的状况，残存的玩家正围坐在一起休整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周顾生眼皮都没抬，这个 SSS 级副本异常凶险，我们需要诱饵和挡箭牌，你正合适。心沉入谷底，他们冒险掳走我，果然没安好心。我试图威胁，你们就不怕那些家长？怕。周顾生嗤笑，等我们通关这个副本，拿到最终奖励就回去了。你真觉得他们会找到这里？他说的没错，客观上副本之间并不连通，况且即使在这里死掉，也不会影响现实。但要彻底脱离游戏，必须全部通关。看来这次躲不过了。我被推搡着在前面开路。这个副本任务是找到女王的皇冠，并戴在女王头上。首先要通过3扇门后的试炼找到皇冠，皇冠是开启殿堂大门的钥匙。我小心推开门，瞬间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满墙的壁柜里摆满了各种精致的芭比娃娃和配套的服饰，崭新发亮，都是我小时候求之不得的款式。脑中响起冰冷的电音，请为小公主挑选并更换最适合的派对礼服，仅限3次。化落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芭比娃娃凭空出现在中央展示台，啪嗒，周围所有衣柜自动打开。众玩家，逗你大爷玩呢！这是 SSS 级，那我之前被追着砍算什么？我去，你们不觉得每一件都超好看吗？我一个大男人都想穿上试试了。何小小傲慢地凄了一声。一群头脑简单的壮汉都说是公主了，肯定穿最贵最华丽的。转手挑出最贵的镶钻抹胸长裙，刚套上去，娃娃的嘴角突然向下撇，发出尖锐的电子音，俗气，毫无品味。话音刚落，一道强光从华丽礼服上炸开，何小小被轰飞出去，撞在墙上。其他玩家吓了一跳。周顾生皱眉，李悠悠，你懂育儿，小女孩喜欢什么你总知道吧？何小小嘲讽，她小时候估计只玩过泥巴吧。我没理会。在何小小被弹开后，转手给娃娃穿上挑的白色礼服，衣服换好的瞬间，娃娃的嘴角上扬发出愉悦的声音，完美，这就是我想要的，谢谢你懂我。展示台旋转一圈，背后的一扇小门无声划开。育儿知识之一，尊重孩子自身的审美。第2扇门后的场景也让我莫名感到熟悉，是一间甜品屋，空气里弥漫着奶油的香气，还有穿着糖霜裙子的蛋糕小姐走来走去招待客人。电音又响起，请为贪吃宝制作一份能让他停止哭闹的甜品，材料自选，限时3分钟。房子中央一个小女孩正坐地上蹬腿大哭，玩家又愣了，这是哪门子恐怖古堡？过家家呢？咱不会来错副本了吧？真 TM 离谱，还不如被鬼追着砍，至少有方向。一个玩家手忙脚乱地把各种高级甜品堆在一起递过去，贪吃宝哭得更大声。下一秒，玩家被巧克力酱淹没，变成糖人。傻啊！别看他长着人样，本质是怪物。怪物怎么会喜欢吃单纯的奶油？一些玩家纷纷赞同，竟然为了砍下对方的手指和皮肉自相残杀，结果还是失败了。眼见只剩1分钟，何小小瞬间慌了，又把气撒我身上，扯着领子把我推到操作台前。我当然没招，索性摆烂地吃了1勺冰淇淋，又舀了3勺最爱的香草味递过去，已经做好了变成糖人的准备。结果提示音响起，成功了。其余玩家纷纷起疑，小声讨论，这个女人怎么跟开了挂一样，连破2局？说不定真有，我猜她去当老师就是为了套取情报，那说不定大 boss 还认识她喽。我靠，那得对她放尊重些。说话间，众玩家悄悄向我靠拢，生怕被 boss 报复。第3扇门后，景象再次变换，这是一个非常安静温馨的房间，天花板是模拟的星空，地上铺着厚厚的柔软地毯，散落着几个柔软的抱枕。房间一角有一个小小的帐篷，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薰衣草香气，倒像极了我小时候渴望的属于自己的小空间。又是熟悉的冰冷声音，请安抚无法入睡的宝宝，让他安心进入梦乡。方式自选，限时5分钟。只见那个小帐篷里，一个小家伙正裹着毯子瑟瑟发抖，发出细微的呜咽声。呜呜，外面有怪物，我怕黑睡不着。这个任务很变态，5分钟入睡本身就难，但众玩家已无力吐槽。一个玩家自告奋勇掏出武器，怪物在哪？我来干掉他！他对着空气挥舞了几下，帐篷里的小家伙吓得尖叫一声，哭得更凶了。下一秒，他不受控制地昏睡过去。另一个玩家试着唱摇篮曲，跑到姥姥家，小家伙嫌弃地捂住了耳朵。有人试图讲童话故事，但讲得干巴巴的。
得毫无吸引力。周顾生甚至尝试用助眠工具，也是毫无作用。时间过去大半，小家伙依然缩在帐篷里哭唧唧。无奈下，他们纷纷看向我。我走到帐篷边，抱起一个柔软的星星抱枕，然后轻声哼唱一首没有名字、没有歌词、调子古怪又幼稚的旋律。那是我小时候害怕时自己编来安慰自己的歌。最后，我用气声轻轻说：“不怕不怕，怪物都被我编的歌吓跑了。你看，星星在守护你呢，快睡吧。”帐篷里的呜咽声渐渐小了，变成了均匀而绵长的呼吸声。房间尽头的最后一扇门悄然打开，门后一顶瑰丽的皇冠在静静悬浮。所有玩家都沉默了，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某种无法理解的神秘存在。何小小一把抢过皇冠，打开殿堂大门，到处弥漫着浓郁黑雾。王座上隐约坐着一个身影，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，那就是终极大 BOSS。我却莫名觉得有些熟悉。下一秒，王座上的黑影竟然走了下来，悠悠开口：“我的皇冠在哪里？”哒哒哒，鞋后跟踩着地面，最后几乎是飞冲过来。啊！其余玩家被吓得拔腿就跑。混乱中，何小小把皇冠塞到我手上，狠狠把我向前推。我踉跄稳住身形，刚抬头，黑影瞬移到眼前。完了，死定了！预想中的攻击却并未到来。黑影一顿：“李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是我家子涵又给您惹事了吗？”我睁开眼，浓雾散去。子涵妈妈。在幸存玩家难以置信的目光中，大 boss 脸上挤出了一个极其别扭，甚至可以说谄媚的笑脸，暗红的血又从嘴角流出。他小心翼翼：“您说这是闹的？早说您来家访，我也好去迎您。这啥也没准备。”他有些慌乱的一挥手，黑雾涌动，我面前变出了一套桌椅茶水殷勤的招呼：“您快请坐，坐下说。孩子不听话，您该打就打，该骂就骂，我们家长绝对配合。”整个大殿死一般的寂静。何小小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竟敢铁着脸走过来，命令我把皇冠给子涵妈戴上。施舍班说拿了最终大奖可以一人一半，结果刚靠近就被一掌拍出2里地，其余玩家趁机逃跑，触到门的前一刹，被从外猛打开的门板撞飞。妈妈，他们毁了幼儿园，还绑走了李老师。我猛地转头，是子涵，还有其他鬼怪。所有玩家都被绳牢牢捆住，扔在地上。鬼怪们围成圈，现在怎么处置？众人面面相觑，最后一直看向我。杀了他们并不解气，只痛一下就会现实了，而且直接处理掉，对小鬼们缺乏教育意义，也违背了幼儿园教化与成长的理念。倒不如把他们抓回去重修幼儿园吧，一天没修好一天不许走，修好了也得教育到诚心之错为止。说人话就是打服气。我走上前，直勾勾盯着何小小，尤其是你，幼儿园重建计划正式开始，怕他们没苦吃，我特地斥巨资向系统购置了人造太阳。何小小则被丢进鬼怪家的厨房，天天处理那些粘稠腥臭、会尖叫甚至会咬人的食材，每天精神濒临崩溃。玩家论坛炸开了锅，听说玩家榜第一周顾生团队在某 SSS 级副本全军覆没了。何止啊，上次我还看见他们在那个幼儿园搬砖呢。附图自找的，不好好攻略副本，非跑去杀人家孩子，还把同行的人当肉盾，缺德低狠。下面议论纷纷，有震惊，有谴责，也有恐慌。再也没有玩家敢轻易打幼儿园的主意了，甚至有一些消息灵通的团队开始悄悄打听我的喜好，试图套取副本情报。搓磨数月，幼儿园终于重建完毕，规模更大，设施更完善，小小怪们也在医治下完全恢复活力。重新开园那天，家长们送来各种礼物庆祝。然而我并没有放松，经过此次事件，我意识到幼儿园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可靠防御，于是向所有家长提议拟定一份契约，一旦发出信号，他们都能第一时间感应到，并共同出资为幼儿园购买一些强大的防御或传送道具。一切准备得当，我带着何小小回到现实。在几个月的精神折磨中，他终于屈服回到现实，当众承认对我的污蔑，并自请离职还我清白。解决完后，我一身轻松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疑问了。我回到家，从床底翻开一个纸箱，一通挑挑拣拣，终于找到了，是一幅幼年画的画，画上是我孤单童年里想象中的家，而家中的3个房间正好对应副本，所以我当时感觉那么熟悉。我隐隐发觉自己遗忘了什么，而答案就藏在游戏中。再次回到孔游，我决定进入副本，耗了大概半年时间，我成功通关所有副本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叫李悠悠，5岁那年父母外出务工，我成了留守儿童，自卑和穷困让我成了同学眼中的另类，孤立霸凌几乎占据我整个学生时代。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时光里，我在内心给自己打造了一个世界，那里有许多我的朋友，他们拥有各种强大魔法，会永远陪着我保护我。他们有不同的形象，唯独不能是人形。我会联想到霸凌者，我真的太害怕他们了。心中的桃园成了我的精神寄托。随着接受教育程度的变高，我变得自信，更有勇气，也交到一些朋友。桃园被渐渐遗忘在过去，直到工作，何小小的霸凌和污蔑让我瞬间成为众矢之的。我要回到桃园的信念越来越强烈，直到某天系统出现了，我用记忆与他交换去往桃园的路，于是我真的来到了。他甚至把那些曾经有过霸凌行为的人全都拉了进来，将桃园打造成恐怖游戏。我的幻想朋友成了 BOSS 为我出气。这最后一个副本是系统为我新加的，代表噩梦的终结，也意味着新生。所以3个房间被设计成梦想中家的样子，而我办幼儿园的选择也是受系统引导，因为真正的救赎从不来自别人，而是自己。我帮助小鬼们的过程也是自我救赎的旅途，作恶的人得到惩罚，被害者迎来救赎，拥抱光明。这场游戏也该结束了，相逢中会有散时，但愿每个小鬼都能幸福平安的长大。全文完。